Hello， 如约而至，这是周末加更第二弹。像仙蒂可雷尔花园，或者是在英国的 Great Dixter Garden， 为什么如此的令人百看不厌的秘密？你准备好了吗？好啦，其实这一周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Eric 这周植物课教给我们的很多自播的草本植物，它们比较专业一点的名字呢是叫做 Ruderos， 中文翻译可能是不请自来的杂草类的植物。而 Ruderos 的很多共同特点呢是它们会有很多的种子，很容易在已经被干扰的城市空间内发现，比如说马路旁啊、废墟里啊之类，它们会很快扎根，然后就占据一大块场地。还有被耕种的农田之间，或者是农田休耕期间，也很容易找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当中的很多呢，如果是作为园艺目的去培养它们，秋播更好于春播的，因为这样会在冬天培育出来它们的抵抗力。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这样的植物就会表现得更好、更强壮。我之前的很多鲜切花的视频当中提到的很多品种，其实都是属于这样子的 Ruderos。自播草本。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喜欢一个自然主义氛围，就是看起来比较野生向的一个风格的花园的话，那你的花园里一定少不了这些自播开花草本。好，那我就从 Gravel Garden 砾石花园里的罂粟科的植物开始给你们介绍起来。Eric 一共介绍了6种不同的，你叫罂粟也好，虞美人也好的植物，就是现在面前的这些橘色的开花草本。第一颗呢，是我前段时间刚刚 PO 我们去北加州观看 Super Bloom 超级花海的其中一个主角加州罂粟。我在花园里现在好像找不到它的身影了，不知道是因为今天的雨把它打没了还是怎么样。我会放上一些在加州拍到的图片。它是在这些罂粟当中属于一个比较矮小的品种吧，但是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橘红色花瓣。它的种头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我去网上查一查，然后争取放一张照片到这里来。第二颗呢，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颗脸盘子偏大的 Papaver rapifraga 西班牙罂粟。那它的花瓣有比较明显的褶皱，然后面前的这一颗呢，就是它的种头偏瘦长吧，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种子。这一颗呢是这一朵小小的颜色更偏大红色的 Papaver dubium， 但它的种头跟刚刚那一颗比较相似，但更小巧一点。它的中文俗名是叫做长夹罂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它的种头偏长吗？知道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下一种呢是据说在田间最容易看到的一个品种，叫做 Papaver ruyes。我现在在花园里也不太找到它的踪影了。它的英文俗名也叫做 Corn Poppy。之前我种的很多鲜切花的品种也都是这个品种下的不同的 variety。再来下一种呢 Papaver nudicauli 冰岛罂粟 Iceland Poppy， 是在仙蒂可雷尔进来最入口的茶杯花园 Teacup Garden 的中间正在进行展览。我会放一些前几天我在那里拍到的照片，很经典、很水彩画式的白色、橘色、暖黄色，配上那里的冷蓝色的容器，就非常的漂亮。应该没有人不喜欢 Iceland Poppy 吧？然后来到最后这一种，它是一个杂交品种 Glaucium flavum 和 Glaucium grandiflorum 的杂交，可能是今天介绍的唯一一个枝干光滑而无毛的，但它的花苞呢照样是有很多绒毛的。它的英文俗名叫 Thorn Poppy。就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帮 Lisa 收过它们的种子，长长的种荚里面的种子就会爆出来，这也是自播类的草本它们传播跟占领场地的一种方式。有一个形容词是叫做 Blastic。可以近看一下它的花，它很像之前我们学的皇冠贝母，有黑色的眼睛，很有一种 Halloween 万圣节的氛围。下一颗想介绍给你们的自播植物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松兰 Isotis， 在我前几支视频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过它了。然后呢，最近它绝对是主角，来花园的游客都会问这是什么花。在我面前的是跟很多深紫色的大葱花进行的一个搭配组合。在砾石花园的这里呢，它自己也可以自成一片花海。在砾石花园下面的这个花径呢，也可以看到跟这边白色的冰菊也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搭配，而冰菊也是另外一种我想介绍给你们的可以自播的草本。
我还在旧的池塘花园旁边拍到了松兰和淡紫色的天竺葵的搭配，还有松兰和同样属于自播草本的白花银子草 Celine 的搭配，看这样子的搭配有没有戳到你们。而关于银子草呢，我其实最想分享给你们的是这一个品种，叫做布谷银子草 Celine Flor Cuculi， 很可爱的名字，而它的名字就来源于它开花的时间跟在英国布谷鸟开始鸣叫的时间是一样的。它的小花就像是白色的碎纸片被拧到了一起，而就在跟我说，淑女郁金香种头上的那些红色的条纹就可以跟这个银子草的这些条纹可以很好的搭在一起，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插花的组合。接着在它旁边呢，也是另外一棵自播草本，我想要介绍给你们的银扇草。哈哈，我竟然不知道，原来它跟羽衣甘蓝是同一个科的，而它在春天的时候开花竟然长这样，着实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因为我总是看到一些它在干花当中的运用，就是当它这些绿色的种荚变成银色，然后干燥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插花的元素。我没有看到过，原来它春天开花是这样的。看到旧的花镜里有很多银扇草 ，Eric 说银扇草 Lunaria 就是一个很好的跟球根搭配的一个自播草本。而这一片之前就是有很多春天的球根花卉，看到它的叶子有这些银色的镶边，成一个心形。它的其中一个英文俗名就叫做 Money Plant， 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子的形状长相的原因吧。而它的拉丁名叫做 Lunaria annua， 意思说一年生植物。而很搞笑的，它并不是一个一年生植物，而它是一个2年生的植物。可能这也成为一个另外奇怪的记忆点吧。OK， 所以 Eric 大概在一堂课中介绍了20种自播开花草本，其他的几个我也只能快快的在屏幕上一闪而过。我之前拍的我在池塘花园工作的那一支 vlog， 我也有讲到关于主理园丁告诉我们如何去编辑，就是 edit 一个花镜，就是在花镜中拥有很多这种自播草本的同时，我们作为园丁可以去控制和改变它出来的园艺效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而你永远不知道最初种下去的植物在每一年，在很多个几年之后，这个花镜是长什么样子的，也许跟你最开始的想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植物就跟人一样，就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们就是在不断的进化跟变化的，永远也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令我非常着迷的一个部分吧。那祝你们都拥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花镜或是花园，我们下支 vlog 见。